就在你看这段影片的此刻，全球每隔3秒就有一个人因为心血管疾病离开这个世界。这不是要吓你，这是世界卫生组织2024年公布的真实数据。心血管疾病已经连续20年稳坐全球死因第1名，每年带走将近1900万条人命，占全球所有死亡人数的 32%。更可怕的是，这个数字每年还在以 5% 的速度持续增加，而且这个威胁离我们亚洲人特别近。在香港，每4个死亡案例里就有1个跟心脏病或中风有关。在台湾，脑心血管疾病是仅次于癌症的第2大死因。如果你有家人有高血压、高血脂、高血糖这3高问题，那真的要特别注意了。根据美国心脏协会的最新数据，有3高的人突发心肌梗塞或脑中风的风险是一般人的3到5倍。而且现在这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，40出头毫无预警就倒下的案例，现在在医院里几乎每天都在发生。所以如果你不想成为那每3秒里的其中一个，接下来的内容请你一定要看完。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阿玉，用简单易懂的方式为您解读健康生活的小智慧。血管堵塞这件事很沉默，平时不痛不痒，等你感觉到哪里不对劲，往往已经太晚了。但有一个真的很重要的好消息要告诉你，你的血管状态其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每天吃什么。医学界有句话说得很好，人与血管同寿，你的血管越有弹性，你的身体就越硬朗。今天我帮你整理了15种经过国际顶尖医学期刊验证过的护血管食物，它们就像天然的清洁剂，能帮你的血管排毒、清淤、恢复弹性。而且这些都不是什么贵价药材，很多就放在你家冰箱里。血管老化这件事没法逆转，但科学研究证明，这15种食物能起到真正的回春作用。接下来我会按照血管清洁效果的数据表现，从第15名开始一个个揭晓，直接告诉你背后最关键的科学依据，还有怎么搭配着吃，能让效果从 5% 直接飙升到 2000%。看完这支影片，你会发现保护血管其实跟吃饭一样简单。请跟我看到最后，因为排名第1的那个真的堪称血管里的超级疏通剂。好，我们先快速过一遍第15到第11名，把更多时间留给含金量爆表的前10强。第15名，绿茶。绿茶里有一种叫儿茶素的成分，它能防止血小板互相粘在一起，就好像给血液加了一层润滑剂，让血流更顺畅。每天喝一杯，既提神又护心。不过记得别贪多，一天600cc 就够了，喝太多反而适得其反。第14名，坚果。核桃、杏仁、腰果这些坚果含有好的油脂和维生素 E， 能帮你把坏胆固醇降下来。但要注意，坚果热量挺高的，每天吃1小把，大概10克左右就好。还有一点很重要，买原味的就行，那些盐焗的、糖炒的看起来好吃，但对血管来说反而是负担。第13名，洋葱。很多人切洋葱会辣到流泪，这其实是因为它含有硫化合物，而这个成分正是它的护心秘密武器，能抗发炎、防血栓。洋葱有个很形象的外号，叫做食物里的心脏支架。光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它护心的能力有多厉害了。第12名，黑墨。黑墨里的胶质能降血脂、降胆固醇，还能减少血管发炎。但这里有2个非常重要的提醒，请一定要记住。第一，泡发时间不能超过8小时，如果泡太久，尤其是整晚泡着，会产生一种叫米酵菌酸的毒素，这种毒素高温都杀不死，严重的话会导致肝肾衰竭，真的会危及生命。第2，手术前后不要吃。
黑木耳的抗凝血效果非常强，相当于天然的阿司匹林。如果你近期要动手术或者拔牙，吃了之后很容易出血不止。第11名，咖啡。这里说的是黑咖啡，不是那些加了奶精和糖的花式咖啡。黑咖啡里有一种叫绿原酸的强效抗氧化剂，能减少血管发炎，延缓老化。2025年欧洲心脏杂志研究也证实，每天喝黑咖啡能降低心血管死亡率。但反过来说，如果你每天喝的是加了大量奶精和糖的咖啡，那就完全相反了，不但没有护血管的效果，反而会加速血管堵塞。好了，第15到第11名我们已经快速过了一遍。别小看这几位垫底的，他们可是帮你维持血管日常弹性的基础工程，缺了他们还真不行。好，现在重头戏来了。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是含金量最高、数据最惊人的前10强。准备好了吗？话不多说，第10名，大蒜。大蒜为什么这么厉害？关键就在于它含有的那些硫化合物、大蒜素、蒜氨酸这些活性成分。2025年发表于营养前沿期刊的一项大型综合分析，涵盖了108项临床试验，超过7000名受试者。结果显示，长期规律摄取大蒜成分能让收缩压平均降低 4.21 毫米汞柱，舒张压降低 3.13 毫米汞柱，坏胆固醇也能有效降低约 10%。这些活性成分的作用原理是刺激血管内皮细胞产生更多一氧化氮。你可以把一氧化氮想象成血管的放松开关，它能让紧绷的血管壁松弛下来，恢复弹性，从而减轻心脏的负担。大蒜生吃效果最好，但很多人受不了那个辛辣味。科学的方法是把大蒜切碎或拍碎之后，先放置10到15分钟再吃。为什么要等？因为大蒜素不是天生就有的，它需要蒜氨酸酶在空气中与蒜氨酸发生反应之后，才能被释放出来。这个等待的过程就是在激活大蒜的护心能量。如果真的不敢生吃，炒菜时最后才放蒜，快速翻炒几下就起锅，这样能保留最多的营养活性，每天吃1到2瓣就足够了。第9名，可可。可可里有2种关键成分，可可碱和黄烷醇，其中黄烷醇是目前公认最能提升血管弹性的物质之一。2026年3月，欧洲流行病学杂志发表的一项大型研究，追踪了超过21000名成年人长达 3.6 年，结果证实，每日摄取足量的可可黄烷醇能将心血管死亡风险显著降低 27%。另外，2025年年龄与衰老期刊的数据也发现，可能让体内的炎症指标平均每年下降 8.4%， 这对于预防血管老化非常关键。更神奇的是，有研究发现，喝下高黄烷醇的可可后，短短2小时内就能观察到血管弹性明显提升。但这里要特别注意，说的是纯可可粉，不是市面上那些热可可饮料，那些冲泡式热可可含有大量代可可脂和糖，喝了反而伤血管。建议买无糖纯可可粉，每天10克冲泡饮用。有个搭配组合很不错，早上喝黑咖啡提神，下午喝纯可可，给血管做个弹力按摩。第8名，姜黄。姜黄素是个真正厉害的角色。2025年营养学杂志的一项涵盖32项随机对照试验，超过2000名受试者的大规模分析显示，长期摄取姜黄素，血管弹性的黄金评估指标 FMD 平均提升了 1.62%。另有研究针对代谢综合征患者发现，连续补充12周后，血管硬化程度平均下降了约 11%。这些数据说明什么？
就是你的血管不再像一根僵硬的水管，而是慢慢恢复成像皮筋一样有弹性的状态。姜黄素的原理是增加一氧化氮的利用率，同时降低血管的氧化压力，两个机制一起作用，就能有效放松血管，改善内皮功能。但这里有个关键点，很多人不知道，姜黄粉单独吃，吸收率其实非常差，一定要配黑胡椒一起吃。黑胡椒里的胡椒碱能让姜黄素的吸收率提高整整2000%。另外，姜黄是脂溶性的，所以最好加在有油脂的料理里，比如加入橄榄油、黑胡椒一起入菜或煮汤，效果会大大提升。第7名，蓝莓。蓝莓富含花青素与花色苷，这些植物化学物质是血管的天然守护神。它们不仅能对抗血管内的氧化损伤，减轻炎症，还能促进血管释放一氧化氮，帮助紧绷的血管顺利舒张。2025年营养研究期刊的一项综合分析，汇整了涉及1200名受试者的多项临床试验，结果显示，每天吃约150克新鲜蓝莓，血管扩张能力平均提升 1.5% 到 2.3%。最令人惊讶的是，这个血管变软的效果在吃完后短短2小时内就能显现。持续使用的话，血管硬化指标还能降低 12% 到 15%。怎么吃最好呢？新鲜蓝莓是第一选择，每天1小碗，大概100到150克，效果最佳。买不到新鲜的也没关系，冷冻蓝莓同样很好，低温能有效锁住花青素，营养几乎不打折。建议早餐拌入酸奶，或者当下午茶点心直接吃。蓝莓、草莓、黑莓这些深色莓果可以轮替着吃。根据最新营养指南，每天的水果摄取里，深色莓果最好占1半以上。第6名，燕麦。燕麦之所以护血管，是因为它保留了完整的谷粒结构，含有 B 族维生素、葡聚糖和镁，这些成分一起发挥作用，能稳定血糖，降低血脂，减少血管里垃圾的堆积。国际期刊中风追踪了超过55000位受试者，发现每周至少吃1次燕麦就能减少 4% 的脑血管疾病风险，降低4到 5% 的中风和脑梗塞发生率。这个保护作用主要来自燕麦里的葡聚糖，它是一种水溶性膳食纤维，能有效降低总胆固醇和坏胆固醇。吃燕麦要选原味燕麦片或刚切燕麦，不要买那些即食燕麦或加了糖的谷物早餐。每天早餐煮1碗燕麦粥，加点坚果和蓝莓，既营养又护血管。如果早上时间紧，还可以做隔夜燕麦，前一晚用牛奶或酸奶泡好，第二天早上直接拿出来吃，方便又健康。第5名，初榨橄榄油。橄榄油的厉害，哈佛大学用24年时间追踪将近93000人给你证明了。研究发现，每天摄取超过7克橄榄油，也就是大约半汤匙，就能降低 14% 的心血管疾病风险，冠心病发生率也减少 18%。这些好处来自橄榄油里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和多酚化合物。单不饱和脂肪酸能改善血管内皮功能，降低坏胆固醇的氧化。多酚则像一道防护盾，保护血管壁不被自由基伤害，同时清除血管内的胆固醇沉积。一定要选特级初榨橄榄油，这种油保留了最多的多酚和营养素。橄榄油不耐高温，最适合用来凉拌沙拉、拌面或者淋在煮好的菜上。如果要炒菜，用中小火，别等到油冒烟就好。每天1到2汤匙足够了，油脂热量还是挺高的，别贪多。第4名，甜菜根。甜菜根是蔬菜界的硝酸盐冠军，
含量最高可以达到一般蔬菜的20倍。这些天然硝酸盐进入体内之后，会转化成一氧化氮，迅速放松血管平滑肌，让僵硬的血管重新恢复弹性。2024年营养前沿期刊的一项涵盖25项随机对照试验，近1000名受试者的分析显示，规律摄取甜菜根汁，血管舒张能力平均提升 1.2% 到 1.8%。而临床上，这个指标每提升 1%， 心血管疾病风险就下降约 12%。另有2025年的研究发现，连续4周每天喝甜菜根汁，收缩压平均下降了 8.5 毫米汞柱，血管硬化程度也明显改善。新鲜甜菜根可以榨汁，也可以烤熟或煮熟后加入沙拉。如果不喜欢那股土腥味，加点柠檬汁或苹果一起打汁，风味会变得清爽很多。运动前2到3小时喝一杯甜菜根汁，还能提升肌肉对氧气的利用率，增强运动表现，一举两得。有2点要提醒：甜菜根含糖量相对较高，糖尿病患者每天不要超过100克。另外，吃完之后尿液或大便变红，完全不用担心，这是甜菜红素的正常代谢现象，别吓到跑去挂急诊。第3名，深海多汁鱼，三文鱼、青鱼、沙丁鱼、秋刀鱼这些深海鱼，富含 EPA 和 DHA 这2种 Omega-3 多不饱和脂肪酸，是人体必需的营养素。它们能降低坏胆固醇，减少胆固醇在血管壁上堆积形成斑块的风险，同时提升好胆固醇，清除血管里的脂肪垃圾，还能轻度抑制血小板聚集，预防血栓。血栓研究期刊追踪了将近22000名受试者，发现每周补充 4.7 克多元不饱和脂肪酸，能降低静脉栓塞风险 26%， 肺栓塞的风险更是降低了整整 60%。4.7 克大约等于200克的三文鱼生重，并不难达到。建议每周吃鱼2到3次，每次100到150克。蒸、煮、烤、煎都可以，但别油炸，高温油炸会把 Omega-3 破坏掉，就白吃了。买不到新鲜深海鱼的话，冷冻的也可以，或者选高品质的鱼油补充剂。要注意，尾鱼这类大型鱼含汞量较高，孕妇和小孩最好换成三文鱼、沙丁鱼这些中小型鱼更安全。第2名，海带。海带价格亲民，到处都买得到，但它护血管的能力真的很惊人。海带的核心成分是褐藻多糖和昆布素，这2种物质就像血管里的清洁工，能精准吸附血管中的胆固醇和甘油三酯，把这些代谢垃圾包裹起来，帮助排出体外。同时，它们还能抑制血小板聚集，从源头阻止血栓形成。日本厚生劳动省的研究发现，每天吃10克海带，坚持3个月后，血液粘稠度可以降低 19%。血液粘稠度降低，意思就是血液流动更顺畅了，血管堵塞的风险自然大幅下降。此外，海带还富含钾元素，能调节电解质平衡，稳定血压。海带可以凉拌、煮汤、炖肉，做法很多样。买干海带回来先泡发，但泡发时间不要超过2小时，太长了营养会流失。每天吃10克左右就够了，不用多。最后提醒一点，如果你有甲状腺方面的问题，吃海带前最好先咨询医生，因为海带含碘量很高。第1名，纳豆，真正的血管清道夫。终于到了压轴的第1名，纳豆。纳豆是大豆经过纳豆芽孢杆菌发酵制成的，发酵过程中会产生一种神奇的物质，叫做纳豆激酶。就是这个成分让纳豆稳坐血管护卫的第1把交椅。
为什么纳豆能排第一？数据给出了震撼的答案。心血管医学前沿期刊的一项大型临床研究追踪了1062名受试者整整1年，结果显示，每日摄取高活性的纳豆激酶，受试者的颈动脉斑块面积平均缩小了 36%， 衡量血管硬化的关键指标也显著下降。同时，总胆固醇、甘油三酯和坏胆固醇都明显降低，而保护血管的好胆固醇则有所提升。其他食物大多停留在预防阶段，而纳豆激酶最厉害的地方在于，它是目前发现极少数能直接分解纤维蛋白的天然物质，也就是说，它能像精准的溶栓剂，直接作用于已经形成的血栓，同时还能激活人体自身的防栓机制，从源头上阻止新血栓的产生。除此之外，纳豆还含有多酚和维生素 E， 能清除自由基，特殊的活性肽能对抗慢性炎症，益生菌和膳食纤维还能强健肠道，对改善便秘效果也很好，可以说是一举多得。纳豆怎么吃最好？如果你受不了纳豆黏糊糊的口感或特殊气味，可以切碎后拌入蛋炒饭、面食，或者做成纳豆卷寿司。研究建议要达到理想的血管清理效果，每日大约吃50克，也就是1小盒左右。有几点要特别注意：纳豆激酶不耐高温，超过50摄氏度活性就会迅速下降，所以建议拌入温热的食物里吃，不要长时间高温烹煮。另外，纳豆富含维生素 K2， 会削弱抗凝血药物如华法林的效果。如果你正在服用这类药物，请务必先咨询医生。痛风患者在急性发作期也应避免食用，因为纳豆含有嘌呤。好啦，从第15名到第1名，15种护血管的食物已经全部讲完了。你会发现，保护血管这件事其实真的不难，很多食物就在你我身边，关键是要知道怎么吃，吃多少。从今天开始，把这些食物慢慢加进你的日常饮食里吧，你的血管会一天比一天更健康的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。如果这期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记得点赞关注并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哦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